來看到中國的 EUV 終於產生重大的突破了。根据這個路透社的相關報道，我們來看到了中國首台的國產 EUV 曝光機原型機啟動了，也成功生產了13.5奈米的 EUV 光源，而且呢還結合了光源、光學、真空系統，完整的都是整合了。另外呢，也朝半導體的設備自主化來邁進。那麼呢，它其實呢和這個世界第一的艾斯摩爾的 LPP， 它其實技術是不一樣的哦。我們來看到呢，中國它選擇的是 LDP， 因為它要避開智慧財產權，它選擇了 LDP 的技術。那麼 LDP 的光源轉接的這個效率呢，有可望會比艾斯摩爾的 LPP 高出了10倍以上。那麼呢，它還具備了這個設備體積更小，而且功耗更低的這個優勢。好，那我們來看到了這個，要來問一下這個尚志哥了。我們來看到它的 EUV， 它正式曝光了，它技術上也取得了很重大的突破。那麼是不是具備了它完整 EUV 的設備的整合能力呢？好，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現在有很多的 DUV， 但是对於先進製程，特別是在5奈米以下、3奈米、2奈米的最重要，其實就是靠 EUV 了哈。那中國大陸買不到 EUV， 美國反對，那麼艾斯摩爾一台都沒賣給中國，但中國大陸其實沒有坐以待斃。這些年其實對於 EUV 本身的部分，在攻堅是全力以赴的。好，既然提到這個極紫外線 EUV， 當然最關鍵的就是這個紫外線的這個光哈，那必須要能夠出光，這是最大關鍵。那麼哈爾濱工業大學大概在3年半前，其實就有完整的論文，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在首台中國大陸做的 EUV 的這個極紫外線這個光怎麼出來呢？那我們知道，在先前艾斯摩爾的 LPP， 它是用雷射的暴力的、強烈的去打擊一個通電的金屬產生的電漿，然後之後呢可以刺激，就是在碰撞過程當中產生這個極紫外線。中國大陸要回避這些專利，所以它的這個做法同樣算是雷射對電漿，但基本上是雙方放電。我的形容就是這樣講說，原先艾斯摩爾的部分就是一個暴力的直撞，但是呢，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其實說是雙向奔赴，電漿通電，然後再誘發出來。當然剛剛講極紫外線，所以說完全跟這個歐美的專利是沒有任何相干的。我們知道極紫外線是這樣子，艾斯摩爾的零組件當中超過10萬個。一塊一塊的零組件，真正的零件有70萬個之多。要知道裡頭所有涉及的專利不知凡幾，中國大陸全部都要繞開。但是現在最重要就剛講極紫外線這光源。然而現在已經知道的部分是2026年，今年就是現在7、8、9月第3季，這個整套的 EUV 就要上機台去做調校。當然，距離生產能不能有個 EUV 時間多久呢？今年不可能，但是說明後年嗎？不知道。要知道，其實這個所謂的我們講說這個 EUV 呢，除了這最關鍵的極紫外線的出光之外，首先它還有底下的這個載台要非常快速穩定，因為它整個奈米要一秒鐘要打真的是幾千次以上哈，然後來打，然後除此之外還有光照。還有光刻膠要高靈敏度的 EUV， 比 DUV 的光刻膠更靈敏。此外，還有一些反射鏡，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分的工藝，非常非常複雜。但是最主要就是出光。過去都覺得不可能，中國大陸怎麼能夠研發？怎麼可能繞過歐美的專利？但是就做到了。那麼我個人認為，應該是2027年年底，最快可能就有可能可以 EUV 中國大陸的就能夠開始調校，同時進入生產。當然，要能夠真正的產生出像三星跟台積電的部分，我認為都2028年以後的事了。好，那麼再來看到，隨着這個 AI 的這個半導體焦點是水漲船高，我們來看到艾斯摩爾公布了最新的亮眼財報了。來看到呢，因為 AI 的推升半導體的需求，艾斯摩爾你要調漲這個設備的售價。那麼他的這個第一大的這個客戶台積電就強烈的反彈了，而且呢，雙方目前還在展開了這個激烈的攻防戰。這題我們要問一下李委員嘍，這個對於我們台積電就是它要漲價，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台積電現在是艾斯摩爾的最大的客戶了，所以它絕對有議價的空間。它真的要小心的，就是說，在川普政府的這樣的一個操作之下，會越來越多的這個大廠譬如說大的公司，像蘋果像這個黃仁勳的公司 NVIDIA 這些，他們慢慢就轉向跟 Intel 去買這個機器。那這樣的 Intel 就有更多的資本
可以去買這個艾斯摩爾最好的這種產品。他最近買的都是那種 EUV， 都是買最好的。好，所以这樣的，你台積電在整個艾斯摩爾的客戶名單上，它10大客戶它排第1，那你很可能就會掉下來，掉第2，甚至掉第3。那你溢價的空間當然就會變得窄小了。那現在台積電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它要怎麼節約它的成本，就是說，第一個，它生產的這個晶片的確真的是好，非常非常好，而且交貨非常的準時，而且售後的服務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客戶喜歡他的東西，那他就要調高價錢，賣他的晶片的能力就變得比較強啊。另外一方面，就我剛剛講過來的，就是說，他現在是艾斯摩爾的第1大的客戶啊，所以艾斯摩爾至少在目前為止，你對這個第1大的客戶，你不能夠說你完全不管，你愛漲多少就可以漲多少。大概他還沒有辦法這樣子來對付這個台積電，所以台積電現在對艾斯摩爾還是有比較大的溢價的空間。好，那麼就在這個中國啊，它宣布了發布 EUV 突破成功之後呢，它也同時宣布了這個氦氣啊，它要管制了。我們來看到呢，氦氣啊，它其實是半導體製造的核心原料，廣泛都運用在像是氣象沉積啊、晶圓冷卻，還有刻蝕等關鍵的製程。重點是，現在中國研發出來的 EUV 就是它來負責降溫的。那麼我們來看到了這個不用 DUV 的話，不靠 EUV 啊，直接就壓印電路。我們來看到模具呢，直接是轉印了晶片的圖案。那麼設備成本渴望會降低90%哦。那麼再來呢，也會降低先進的曝光設備的依賴。另外呢，再來看到是奈米壓印的距離成熟，其實是還有挑戰的，因為呢，具備了像是缺陷率的控制啊，模具的使用壽命，還有模具的是一些壽命以及技術突破。其實並不等於它就會商業的量產。這一題我們是要問一下尚志哥哦。那麼它其實呢，中國突破了 EUV， 那麼它又限制了這個氦氣出口，它是不是要保留它的戰力，或者是說其實它的這個氦氣的產量其實有壓力？好，氦氣中國大陸在10號的時候又突然宣布，沒有任何跡象就完全禁止出口。那主要的原因其實是這樣子，今年4月的時候，全世界產最多氦氣的就美國，美國在4月就是說不出口了。那再接下來是大概全世界產第3名的是俄羅斯，俄羅斯大概也在5月下旬的時候也說不出口了，大家都不出口了，唯一能夠出口的是誰？就是第2個全世界這個產量的就是卡達。那我們知道呢，氦氣是這樣子，氦氣是在生產液化天然氣的時候所連帶生產出來的東西，但出來的時候一開始不純，是很粗的，所以呢，中國大陸雖然沒有生產，可是有卡達先前有從美國進的這個氦氣之後。中國是全世界最有提純能力，而且這個提純不是99.9%，比如這麼純，還包括它是高科技精密用途。氦氣的精密用途非常重要哈，我想大家最普遍知道的不是打氣球哈，它其實是包括像核磁共振，另外航太、光纖生產的過程裡頭都會用到，而最重要的其實在半導體科技。我們剛剛提到 EUV， 就是因為氦氣是這樣，它是拿來做什麼？它是拿來做冷卻。要知道，我們都是有液態氮，對不對？我們都知道那個液態氮也很冷了，但液態還是現在人類在地球上能夠控制的最冷的，它是-269度。所以當 EUV 那個極紫外線在打的時候，它是高溫，它就必須要在氦氣的圍繞之下，它才不會破壞整個這個半導體的，包括這個光刻機的基建。所以呢，這裡頭其實最主要用途，中國大陸在7月初的時候。如此宣布，就是因為中國大陸能提純，但是他們自己本身的產量非常非常少，全世界不到5%而已，所以已經預估到未來的中國長期以來科技運用，而且氦氣很難保存。前陣子聽說中國大陸跟石油一樣，他們就在一個岩層裡頭找到一個保存氦氣的方式。你知道氦氣多困難保存嗎？像我們知道台積電，他們都只有存1個禮拜，因為你只要能夠把氦氣灌進去，任何，除非你把它密封，否則只要你能灌進去，它就漏得出來。所以1個禮拜大概就漏光光了哈，因為它太輕，就融到大氣裡頭，所以很難保存，又必須要提純，而且在剛剛講光電運用當中的時候呢，其實它又變得，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在控制了，現在價格已經高出許多。中國大陸是為了戰略用途，倒不是說為了要懲罰日本啊或等等的，但是因為中國有提純的能力，它現在不出口了，像對於日本啊、韓國，甚至包括台灣，未來都會有所影響。
好，我們謝謝尚志哥。我們再來看到，其實啊，像現在啊，全球都遵循的就是摩爾的定律了，是將這個傳統晶片發展变成了把电晶體縮小，再把這個電子傳輸的距離給縮短。不過我們來看到這個華為的這個濤定律啊，它是改為垂直立體的堆疊。那麼即使製程它是沒有持續的微縮的，不過呢，它也的確提升了 AI 的運算效能。我們來問一下介大使哦，那麼中國啊，它其實啊，就是不同於歐美的半導體的路線嘛，它是不是有可能會走自己的一條路呢？它現在必須要走自己一條路，因為中國大陸在這個晶片設計上是沒有問題，可是製造上它被卡於機械，就是說製造設備，最主要就是說你要做這些7奈米以下這些晶片哈，你必須要有極紫外光機，那這個極紫外已經卡在這個荷蘭手裡面，荷蘭又被美國卡住，所以沒有極紫外光，你的晶片就沒有辦法照摩爾定律，你不斷的这個所謂的縮微。不斷的把這個晶片越做越小，能效越做越大。那所以這個濤定律事實上就是走另外一個途徑，它是說它的核心觀念就是說啊，它是進行時間縮微，而不是進行物理縮微。他認為時間縮微就是把這些晶片之間的距離這個晶體之間距離把它縮短，然後呢要爭取時間。那這個方法就是所謂的3D 的堆疊的方式。那其實這是一種概念的改進啊，那是不是能夠造成最後的突破呢？這還要看它基本上它要克服一些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它的能耗的問題，它會不會它消耗的這些電力啊會不會很大？那另外一方就是一個它的集體散熱的問題，因為有人說它這個堆疊它雖然是3D 的這種邏輯折疊，可是會不會造成這個這個散熱熱能會增加，散熱的問題會造成太過熱的時候，它的能效往下降，所以這是一個問題。第4個就是一個所有的晶片製造最後考量就是個良率，就是說你製造的過程會不會太過困難？那你製造10片，你只有1片成功，那個消耗不合經濟的成本，所以這幾個元素它都要去克服。不過不管你用什麼技術，還是你用什麼設備，你如果能夠做到體小量大，體積很小，能量越來越大，你能夠變成它的能耗变成比較低，你能夠你能夠解決它的所謂的散熱的問題，你能夠解決良率的問題，那你就勝出了。所以这中間環節很多，那你也可以看出來，我們剛剛談中國大陸是一步一步在突破。這個製造的部分啊，那生產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說，我們講 AI 來講，就是它的算力的部分，你必須要做出這個晶片，你必須要做出 GPU， 你要做出你自己在用你自己設備做出來比今天 NVIDIA 還要強的 AI 芯片，你就勝出了。這是說所以算力的問題，就是說你的 power 的問題。那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大模型，就剛剛講的 Kimi K3。Kimi K3 現在它已經突破了，就是說在這個大模型算力的部分，中國大陸已經跟美國是並駕齊驅了。美國這幾款花了極大資本的，比如說這 ChatGPT 那些還有就 Cloud 這幾個大模型在市場上，可是問題現在它的問題是什麼？第一個它不是開源的，它是閉源的；第二個它的這個成本很高。你要使用的話，你要付的費用高很多，所以我認為今天就是說，在 AI 的整個的這個競爭上，在算力上面，中國大陸還在後面追趕，不曉得是3年或者5年。那你可是你不就是說你的這個大模型的部分呢，你事實上已經並駕齊驅了，而且它有一個優勢，就是它的成本比較低。是，所以未來成本也可能會成為後續的考量。是。好，謝謝大使哦。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節目當中還有更精彩的解析。